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瑞克莫蒂官方漫画第17卷。这一集主要讲老瑞带着小莫给老友送信的故事。一大清早，莫爸向老瑞说起了昨晚的电影，他觉得里面的小机器人是整部电影的英雄。莫对感情的老瑞反驳，小机器人只是一个奴隶，因为莫的感情被当作物品对待。莫爸自知理亏，只好表示机器本来就没有感情。老瑞忍不住吐槽，地球人认为意识存在是他们的特别之处，但其实这一切也可以是被编程出来的。说罢，老瑞掏出一把意识手枪，对着咖啡机就是一枪。有了意识的咖啡机会像人一样说话，他表示人类每天往自己的身体里塞垃圾真的很恶心，想不到他们竟然和自己煮出来的咖啡排泄物。话音刚落，老瑞又给苏珊手机赋予了意识，只听手机屏幕出现了表情，便对苏珊说道：“宝贝，怎么不发消息？让你的手指蹂躏我吧。”这让苏珊十分惊恐。不过更惊恐的是，莫爸竟然喝了咖啡机里的咖啡。当他把手机揣进屁股兜，手机又发出变态般的惊呼，这触感绝了。而造成一切的老瑞跑到小莫房间，叫他跟自己去冒险，叫小莫赶紧把美女杂志藏起来。据老瑞所说，这趟冒险的目的就是要把一封信给一个外星国王，恰好这个国王还是自己以前的酒友。小莫害怕他又像上次一样整蛊自己，因此假装生气。看老瑞说的是不是真话，老瑞信誓旦旦，拍着胸膛保证绝对安全。说完却拿出了注射器，然后给小莫注射了所谓的疫苗，理由是这些外星人有细菌恐惧症，他们需要事先做好准备。小莫问老瑞有没有打疫苗，老瑞回答：“你爷爷是过来人了，基本外面有什么病我就得过什么病，所以我不需要打，反倒是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”紧接着爷孙俩穿过传送门来到目的地，小莫感觉身体发热，老瑞说可能是疫苗起作用了，就是那种先得病再获得抗体的原理。可小莫还是觉得不太对劲。此外，他还在外星城堡里看见了通缉老瑞的告示，上面写着见到瑞克就地处决。老瑞无奈解释道：“这大概是我对国王的皇后人选有点不满，事实上是非常不满，就像没有人喜欢听残酷的真相一样。”皇后后来把国王锁在监狱里，自己成为了暴君，并开始通缉老瑞。由此说明爷孙俩的动作必须要快点了，不然被抓到就真的死了。说什么来什么，皇后带着士兵突然出现，向爷孙俩猛烈开火，就连老瑞的传送枪也被摧毁。幸好瑞克早有准备，威胁皇后最好停火，如果一旦擦破小莫的皮，超过200种的病毒就会散发出来。原来之前小莫注射的不是疫苗，而是宇宙里所有糟糕的大型病毒，例如天花、流感、肝炎等等。吓得皇后立马回去穿防护服。小莫头冒冷汗，颤颤巍巍，称赞老瑞演技真好。老瑞不以为然，其实我没有演戏，算了一下时间，小莫你只有3-4个小时可以活了。不仅如此，现在传送枪也坏掉了，如今我们只能去劫狱，把国王救出来，让他给我们一艘飞船。重要的是必须把这艘飞船送到国王手里。小莫听后非常愤怒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老瑞居然还管一封信。另一边，苏珊被有意识的手机折磨得胆战心惊，莫爸却不以为然，他甚至还想用手机秋名山飙车，果然不是正常人。另一边的老瑞终于找到关押国王的监狱，小莫已经快要不行了，老瑞正叫他忘分，自己去撬监狱的锁，谁知一个侍卫走了过来。不过好在这个侍卫不大聪明，明明老瑞图谋不轨，他还问爷孙俩有何贵干，老瑞只好回答修锁的，继而让小莫对着侍卫咳嗽，咳出来的病菌很快让侍卫领了盒饭。老瑞也成功打开监狱的门，他热情冲国王打招呼，国王以为是敌人，对着老瑞就是一刀，幸好老瑞机智躲过，一巴掌拍掉了刀子，却没想到刀子不小心插在小莫的腿上。看见是老瑞后，国王激动万分，老瑞向他说明来意。国王表示如今城堡是皇后当道，他也爱莫能助。话毕，皇后出现，对着国王又加了几百年牢刑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穿了能够阻挡细菌和病毒的防护服，记得在新婚的时候他就穿这套防护服，有了它，老瑞的病毒威胁已经作废。说着拿起火箭炮就对老瑞发起攻击，老瑞用意识枪射击，2颗导弹有了意识，并不想就此毁灭，拐了个弯私奔去了。老瑞则趁机拔出小莫腿上的刀，向皇后自取，轻易就戳破了防护服，再让小莫对他喷出彩虹病菌，凶狠的皇后就此陨落。至于那封信，老瑞也如愿交到国王手里，而信上只有几个大字：本天才早就跟你说过了。这是赤裸裸的讽刺。2个小时后，老瑞把小莫带回实验室治疗，苏珊找到他，希望他关掉手机的意识，老瑞却果断把手机1分为2，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：神给的，神会拿走的。结尾小彩蛋，莫爸一如既往不受家人待见。既然如此，老瑞便把他拉去给自己忘分，给家人留了一个杰瑞替代品。替代品有着莫爸杰瑞的样貌，却比本人靠谱多了。替代品莫爸不仅主动做饭，分担莫妈的家务，
还指导小莫做作业。就算是苏珊失恋，他也能很好的安慰她。他似乎已经融入了一家人的生活。第二天，当替代品正高兴的与家人吃早饭时，老瑞带着鼻青脸肿的莫爸回来了。原来莫爸连望风都不会，随便来个人就把他给打趴了。接着，老瑞打算把替代品带回实验室，莫妈不舍。老瑞觉得不对劲，打开替代品的脑袋一看，只见他的性格设定调得太人性了，这和莫爸完全不符，难怪大家会舍不得他。最后，老瑞毁掉替代品，决定重新制造一个杰瑞替代品。家人们见此非常伤心，可怜的莫爸连一个替代品都不如。大多数时候，真相往往很残酷，也往往没有人会喜欢他。很早之前，老瑞就告诉过国王，皇后可不是他的良配，甚至于他不是一个好人。但国王还是一股脑的和皇后在一起了。爱情使人勇敢，也使人丧失理智。好在时间会证明一切，失败的爱情注定不会长久。人也是一样，是好是坏，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。世界本就残酷，生存从来不易。人类天生喜欢阳光，讨厌黑暗，可在阳光下哭泣是不会被理解的。人们往往说，你已经站在阳光下了，还有什么资格哭泣呢？但在黑暗中沉沦更是可耻。人们又会说，已经在黑暗中了，怎么还不知道努力？所以生而为人，往往伴随着很多无奈，不是无奈于将就，而是无奈于不将就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